无论美国如何打压中国，都已经无法撼动中国的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美国的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已经被中国接管。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最新论点：中国接管了美国的贸易霸权。主导贸易全球化原本是美国的主张，但过去几年，美国逐渐退出全球贸易化的领导地位，被中国接手了。过去200年，自由贸易也是起伏跌宕的过程。19世纪初，强大的英国开始推动自由贸易，到一战爆发前，自由贸易的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被迫加入这场席卷世界的新游戏规则中。贸易开放程度在20世纪20年代再次提高，从20世纪50年代起，贸易开放度再次大幅增加。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下的世界一度出现经济全球化的繁荣，贸易全球化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上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判断及决策出错，竭尽全力促使中国开放改革，认为把中国拉进全球贸易体系就能打开美国产品的中国市场，并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把中国改造成给西方提供低端产品的基础加工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支持中国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美国根本没想到，20年后，中国就有实力与美国叫板了。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之后，适逢西方国内人权运动高涨，劳动力价格极其昂贵。英国已经基本废除工业，工厂产品大部分由廉价劳动力地区进口。英国老百姓为此享受了几十年中国廉价产品的福利，物质极其丰富。但中国依托制度优势和人口优势，快速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全球贸易的关键国家。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后，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升为全球第2，开始让美国及欧洲国家感到恐慌。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早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就任美国总统后，迅速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目的就是打掉中国的贸易优势和产业优势，但为时已晚，并且仅干了1届就下课了，抱憾离任。拜登继位后，很快意识到了特朗普打压中国是必须的，不仅接过了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接力棒，而且变本加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引领工业方向的半导体行业对中国进行了绝杀性的封锁和打压。除了剿灭式的打击中国的华为、抖音等数百家科技企业之外，3月27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一项法案，认定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取消过去赋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这或许是美国剩下的最后几招了，但其实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这4年来，中国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早就名存实亡。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实体清单限制堪称绝杀政策。眼下这场全球贸易竞争，美国已经处于严重的下风，这也是美国当年错误的以为中国只有能力生产低端产品的判断，结果是美国把自己的制造业搞到了空心化的程度的结果。现实表明，新冠疫情并没有打垮中国经济，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让中国在疫情重创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全球生产和供应中心国的地位。很显然，无论美国如何打压中国，都已经无法撼动中国第一生产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美国的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已经被中国接管。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